团点剧场版独有的7只幻兽。1. 马纳菲。马纳菲是水属性的幻之宝可梦，而它也只出现在剧场版沧海的王子里。按常理来说，幻兽是没有性别的，不过在剧场版中，它登场的时候却还只是一颗蛋，并和其他宝可梦一样，将出生第一眼看到的小瑶认定是最亲近的人。最离谱的是，马纳菲不仅自己是由蛋孵化出来的，就连它自己本身也能够生蛋，并且里面一定会是菲欧娜。当然，菲欧娜并不能进化成马纳菲，而这种特殊的情况也就只有他们独此一家了。2. 比克提尼。比克提尼被称作是胜利宝可梦，传说中收服了它就永远不会失败。当然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比克提尼真的可以将体内无尽的能量传递给其他宝可梦。像是剧场一开始，比克提尼就是偷偷帮助小智的暖暖猪强化，让他用堪比 Z 招式威力的火花直接跨等级逆属性战胜了大剑鬼。接着同样的事情也在滑头小子身上发生，然后就很夸张，将准神三兽恶龙给打得不省人事。要知道三手恶龙可是进化等级最高的宝可梦，由此可见比克提尼的增幅是有多么夸张了。3. 凯路迪欧。和比克提尼一样，凯路迪欧也是第50代登场的剧场版幻兽，但是和比克提尼相比，凯路迪欧包括其他圣剑士在设计上都差了点意思，再加上这部剧场版的剧情太过简单，火箭队和圣剑士也是全程酱油，完全就是围绕凯路迪欧成为圣剑士而展开，会有种中二少年学成归来最后逆袭的感觉，实在是让人提不起兴趣。正因为有了以上种种问题，所以凯路迪欧人气不高，完全是在预料之内的。4. 蒂安西。钻石公主蒂安西从登场的那刻起就注定了她会成为很有人气的宝可梦，因为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格，她都完美符合大众眼中公主的形象，再加上拥有着能够创造钻石的能力，想让人忘记都很难。特别是在小智他们受到伊培尔塔尔的攻击时，超级蒂安西挺身而出并挡了下来，在之后又挽救了钻石王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蒂安西在对战中被限制使用，但了解的都知道，能够超进化的幻兽其实就只有这么一只，而且超进化状态下，穆安西的种族值也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一级神，强不强不好说，好看就足够了。5. 胡帕。胡帕作为神兽黑历史的万恶之源，想必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毕竟古拉多不会飞的梗就是从这个时候才流传出来的，再加上还有奇拉蒂娜、帕鲁奇亚这些因为胡帕而身败名裂的宝可梦，所以说这部剧场版是神兽乱斗的巅峰之作也完全没有问题。当然这主要还是归功于胡帕自身强大的能力，光是能空间穿梭就已经是非常逆天了，何况他还能控制各地区的神兽为自己所用，简直就像开了金手指一样不讲道理。虽然不清楚被控制的神兽到底是不是最巅峰的状态，但裂空座肯定是这部剧场表现最强的神兽，毕竟以1对6还能占据上风，简直就是小说里龙傲天一样，自带主角光环。不过能在最后让阿尔宙斯出马，也证明胡帕是个很特别的幻兽了。6. 波尔凯尼恩。在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以为波尔凯尼恩是一只神兽，但在翻阅图鉴才知道，这其实是一只大型幻兽，也就是说波尔凯尼恩和玛吉亚娜的剧场版是仅有的双幻兽组合。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故事中他那种傲娇却又格外关心玛吉亚娜的小心思，真的非常让人有好感。而他也是目前唯一一只拥有水系火系双属性组合的宝可梦。都知道水火交融会产生大量蒸汽，所以波尔凯尼恩的专属技能蒸汽爆炸还是很符合他的定位的。7. 萨路德。萨路德是宝可梦最新剧场版皮卡丘和可可里出现的幻兽，在这部剧场版中也证实了幻兽真的是有族群的，但是萨路德的长相实在是让人劝退。不过在看完整部剧场版后就会发现，被称作是阿爸的萨路德还是很伟大的，但因为萨路德是恶系草系的宝可梦，所以它的弱点已经多达7个，除了火系飞行系这些热门属性弱点外，它还4倍弱虫系，实在是有够让人头疼。而上一个有这么多弱点的还是班基拉斯，只不过萨路德这点耐久也没办法和班基拉斯比较，唯一值得欣慰的也就只有6个抗性和1个免疫了。好了，以上就是宝可梦里只在剧场版出现的幻兽们了，咱们下期见啦！